为了方便朋友们寻找更多的美食，如果你是来广州游玩，给大家做一期茶餐厅的专题合集视频。那么这一期的探店视频直接安排，精心挑选在广州人气比较火爆、知名度比较高的茶餐厅。这10家茶餐厅都是经本人对比筛选出来的，无论是在环境方面还是在出品方面，在广州来说都是属于一流的港式茶餐厅。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留意了，视频会分2集。这一期视频先给大家分享6我认为做得非常不错的茶餐厅，都是自费探店，绝无推广，求朋友们点赞。探店感受仅供参考，同时也请朋友们留言补充有哪些做得比较好的港式茶餐厅。马上来到第1家在广州知名度非常高的港式茶餐厅，位于汇坊的吴氏茶餐廳。用普通話說，這一家店好像缺少一點感覺。用白話嚟講就係唔係茶餐廳。吳氏也就是不是的意思，不是茶餐廳，但實質上它卻是一間非常地道的港式茶餐廳，有打邊爐，有糖水鋪，有港式燒臘等等。懷舊港風的裝修風格在出品方面真的非常豐富，3本餐牌密密麻麻的，真的看得眼花繚亂。這間茶餐廳的出品在廣州來說算是比較優秀的，但同時應該沒有人會否認它的價格確實也比較貴，在廣州來說應該算得上是最貴的茶餐廳了。那到底值不值呢？這個就見仁見智了。半隻申請燒鵝395塊錢。檢驗港式茶餐廳的標準之一就是看它的港式奶茶做得怎麼樣，口感醇滑，茶底味濃，奶香恰到好處。對比東莞的燒鵝瀨，這裡的燒鵝瀨真的一點都不遜色，它喝起來竟然不會油膩，味道清甜，燒鵝汁滲入湯汁裡面真的巨好喝，瀨粉爽滑彈糯，燒鵝皮脆肉嫩，廣州最好吃的燒鵝瀨。港式茶餐廳的標配菠蘿油，它這裡做的也是非常棒，麵包外層香脆，裡層鬆軟香甜，黃油口感細膩油滑，味道香濃，很好吃，屬於出品比較優秀的一間港式茶餐廳。除了價格偏貴，總體來說推薦指數是星半。來到這一家，我個人的心頭好，也是目前我個人心目中的 No.1， 僅代表個人觀點，起碼目前在廣州來說，我認為它是做得最棒的。出品優秀，裝修也很有格調的番禺大哥茶餐廳。餐廳如其名，這間茶餐廳的裝修非常有格調，充滿懷舊港風，裡面有很多值得一看的空話。這間茶餐廳有很多特色的出品，是你在其他茶餐廳吃不到的。不過實話說，在價格方面也略微偏貴，但是我認為這裡的出品是物有所值的。來這裡的話，建議嘗試一下他們家的咖喱牛腩飯，咖喱濃郁，拌飯一流，辛辣鮮香，真的太絕了。選用坑腩燉至軟彈，吸飽咖喱的味道，吃起來真的太美妙了。廣州最好吃的肉醬芝士薯條在這裡。來大哥這裡的話，這屬於每桌必點的一道出品。肉醬的味道調得特別棒，帶有番茄自然的酸香。芝士拉絲薯條吃起來香脆而不油膩，這屬於我來大哥每次必點的一道出品。第一次吃的時候真的可以用驚豔來形容。怎麼說呢？如果你拿它跟港澳地區的茶餐廳相比，它可能顯得沒那麼出眾，但是在廣州範圍內，我認為它做出了自己的風格，屬於獨一檔的存在。推薦指數5顆星。再來到這一家石板街，目前在廣州一共有3家分店。前面分享的這些茶餐廳，我都會幫大家把地址找出來，放在留言區的頂部。感興趣的朋友記得收藏轉發視頻了。石板街可以說是廣州茶餐廳的後起之秀吧，奶茶挺好喝的，奶味和茶味的比例掌握得剛剛好，雪糕多士鬆軟香脆，搭配彈糯的珍珠和香草雪糕，裡層夾了一些抹茶，搭配肉鬆，吃起來挺有特色的。這一份咖喱鴨腿，咖喱的味道特別香濃，椰香和奶香夠濃，搭配一點辛辣，吃起來不會覺得膩。鴨肉的腥騷味處理得很淡，經過烘烤，吃起來很香。濃郁的咖喱拿來拌飯真的非常好吃，石鍋番茄芝士雞扒焗飯分量很足，加了洋蔥、青紅辣椒，芝士的奶香和番茄的酸甜相互相成，吃起來不會覺得很膩。醬汁微辣，雞扒外脆裡嫩，挺好吃的。總體來說，推薦指數4顆星。後來到這一家土生土長的茶餐廳，廣九餐室，這家是裝修後重開的，相信很多老廣對這家茶餐廳都耳熟能詳了。廣九給我的感覺就是分量巨大，價格實惠，因此你們能看到他們家的人氣是相當火爆。據說它跟博友茶記是同一家的，這個呢我就不太清楚。博友茶記在下期的視頻我也會給大家分享。經過整修再開的廣九餐室保持了原來的風格，就是它產品的分量真的非常大，很多時候一份產品2個人分享也是足夠的，而且出品做的也是相當不錯。
这牛角包里面的猪扒鲜嫩多汁，外脆里嫩，这么一大份价格才20多块钱，就性价比来说真的挺无敌的。肉奶滑，味道不会太甜，面包也足够松软，挺好吃的。不过这一杯200%的重度巧克力大家就慎点，喝起来比较容易呛到，而且实在太腻了。除非你是巧克力的重度爱好者，不然的话还是别试了。性价比巨高的一间茶餐厅，推荐指数4星半。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餐厅都是经本人自费探店试吃的，朋友们可以放心打卡。当然了，探店感受仅供参考。咱们下集茶餐厅见。